恭喜王文勇先生成为最年轻的房家律师，受 UA 正义勋章，加冕身子法袍。病人有苏醒迹象，快通知家属准备手术。老天保佑，1年多了，老王，你终于醒了。这么多，不止2万吧？和尚，你这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吧？这年底任务重，要我说您去车上歇着，这学生都是交给我们就行了。一上午你给我当成一个指标了吗？学着点啊！本少就示范这一次，车开了，这几辆车拖走。和尚，这属于巡卫的管辖范围，这不归咱管吧？巡卫能管，我不能管吗？我问你，我能不能管？能管。小江，家属还没过来签字交费吗？对，打电话再催。来，拖，把车到我这拖。好，我马上就到医院啊！哎，好。哎，兄弟，这是我的车。哎，小兄弟，我现在就走啊！哎，你这个车违规停放被扣了，3天后陈广进交钱取车。啊，3天，我就在银行取个钱。小兄弟，你通融，我老伴儿在医院等着用钱救命呢，我急着用钱，好不好？你急用？这被扣的时候谁不急用？扣走！哎，不行！哎呀，叔兄弟，我求求你了，你先让我把钱送到医院，回头你怎么处罚我都认啊！我老伴儿在医院，他真的等不及了。不好，病人的情况非常不稳定，不能再等了。规定限停10分钟，人家停了几分钟也不算违规吧？真按规定算起来，这事儿也不归你们管呢。我懂法是你们懂法啊！哎呀，求求你，我把这个钱送到医院，我就回来，我不跑啊！干嘛呢？哎呀！你们也太狂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是的，这个时候是集团的太子爷，不想捉进去受罪，就别说。说死准，再说准连你一块收拾了，信不信？糟了，病人呼吸微弱，陷入昏迷。辅助呼吸器，准备除颤仪。家属还没来吗？小江再催。是。不行，再不交钱就来不及了。哎，等一下，站住！这钱哪来的？你又想干啥？车我不要了，行吗？我现在怀疑你这些钱是非法所得。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2万块钱，我老伴儿做手术急需用这2万块钱，你让我走行不行？哎呀，你看医院又来电话了，不信你问问。别以为随便找人可以糊弄我，赶紧给我证明！家属还没签字，万一出了问题，别动！证明不了你这是非法所得，老实待着。我能证明。来了，家属来了，我来证明，这钱根本不是他的。不，是我从取款机取的2万块钱，是我自己的。刚才提款机里面是不是出来4万块钱？是，我只拿了我自己的2万，其他的我没动呀。你搞错了，里面的2万块钱是你的，你的钱丢了。现在这个是我们银行的钱。不，这不是，是真的。再除，调到202。你还狡辩什么？我早就看出你有问题，光天化日给抢银行的钱，我钱交出来！不是，这是我辛辛苦苦攒的钱，你们怎么就不能放过我呢？你什么态度啊？抢银行的钱你还有理了？松手！怎么是到了？怎么松不松？是我的？让你干什么？快把他们抓起来！来这儿！你看让他们打人呢。包拿来！不当没事吧？日子破了！肇事逃逸，给我抓起来！
本庭宣判被告刘玉梅犯非法侵占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差点让你跑了，妨碍也不知道这次能给本少评个几等功。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个收破烂的也敢和何家作对，我的陈岳母，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呀！冤枉！我冤枉呀！近日，刘玉梅案引发社会热议。1月1号上午9时，京海市一位60岁大妈公然抢劫银行，竟然只是为了2万元，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与此同时，正在附近执勤的何志伟第一时间将其抓获。据目击者称，嫌疑人刘玉梅反抗拒捕，并在骑车冲撞执法人员后逃离现场。哎，你看那是什么？这，你们知不知道我看到吗？刘女士，您第一时间知道从银行里面多取出来2万块，为什么没有推进银行？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没人接。那您为什么没有报警呢？报警还需要很长时间，可我家老伴他等不了，他要拿着钱救命。我家老公他等不了。妈，你快醒醒啊，爸！妈就要去坐牢了，你别再睡了，爸！他爸脑梗昏迷了1年，本来都有希望了，结果最后医疗费没续上。大妈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抢的银行吧？大妈要是想抢银行，又怎么会天天在医院附近捡纸壳子卖呢？张主任说这药一断啊，老爷子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你快醒醒啊，爸！爸，你终于醒了，你快想办法救救妈吧，妈被……我都知道了，子欣，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妈就去取个钱，怎么就成抢银行了呀？他们也不让我见妈，现在咱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办呀，爸？只要爸还有口气，就不会让人欺负你吗？对了，医生2审判决的卷宗在你这儿吧？拿来让我看看。咱们家现在已经拿不出钱了，一般的律师都不愿意接。咱们只能申请法律援助了，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回复。爸，后天就要终审了，再请不到律师，妈这后半辈子就完了。不用钱了，我来。爸，我知道你退休之前是教法学的，但这官司不比上课呀，不能凭着一时之气。终审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子清，帮爸把那木箱拿来。这场官司我有信心。恭喜王文勇先生成为最年轻的皇家律师，授 UA 正义勋章，加冕身子法袍。老伙计，再跟我战斗一回吧。吓我一跳，看谁呀？刘玉梅。不行，终审前家属不能探视。同志，您看清楚，我的身份不是家属，是辩护人。大爷，这是拘留室，不是麻将馆，我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走，回去吧，回去吧。我要求面见我的当事人刘玉梅女士。如果你要不让我进去，那我就依法起诉你妨碍司法公正。电视剧看多了吧你？走，再耽误我工作，我可要叫人了。我国刑法第309条规定，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律师依法执行职务的，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94条规定，工作期间态度恶劣。第243条、第275条、第293条，3年、5年、7年，这是我的相关证件，我可以进去了吧？大爷，我你可以跪，
你身上这身衣服不难怪。你醒了，好，真好。时间有限，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这辈子能看见你好好的站在这儿就够了。玉梅，你快告诉我，你把那天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跟我说，越细越好，这样对我们的胜诉就越大。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争，咱们斗不过他们，算了吧。不能算，人活一辈子图啥？就图个公道。你别激动，别激动，你身体好了，别激动啊！我说，那天我去银行取钱，这都什么东西？这就不知悔改，哪还得请律师啊？耍的什么来的？和尚，你消消气。那个老头呢，就是我在医院躺了1年多的老岳父，这病危通知书就下了3次了，这能不能活到明天还不一定呢。那他打什么官司？他哪懂打官司呢？他就是一大学老师，退休了，跑去收破烂了。这老东西就仗着给我上了2节法学课，他就觉得自己牛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对，你说要是给他这本书，他除了能当破烂卖，他还能干什么？说的好听，他不是你岳父吗？原来是你。哎呀，和尚，这个您就放心吧，他是我的前岳父，我去年就跟他女儿离婚了。再说了，我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女儿，是他女儿厚着脸皮死缠烂打对我，我甩都甩不掉。我不管是你岳父还是你岳母，总之这场官司你必须要赢。如果说这场官司我输，让我发觉了你招，懂吗？当然，何总那么忙，就别让他老人家操心了。至于那个老不死的，该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一样他都跑不了。当年我因为你延期毕业，害我在那个小贱人身上白费了那么多功夫，这次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不好意思，我问您一下，1月1号您的车是停在这儿吗？我向您打听个事，1月1号那天您看到这儿有没有打人的那个事儿？您看见了？麻烦您一下，您看见1月1号那天？向您打听一下，1月1号那天您看，我向您问一下，1月1号那天您1月1号看到这儿城管打一个人那事儿吗？喂，什么？监控申请受阻，理由呢？我知道了，我再找找。喂，何队长，有人说您是在过度执法、滥用职权，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他是个抢劫犯，如果不是我锁车，他怎么跑？像这样就一天被抓紧，受法律的制裁。我依法行事，
工作室才认识。那咱们听说最近咱们金牌律师李先生遇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大爷，您这次压力不小啊，这次的对手。确实压力蛮大的，因为人家本来就有老梗，但不小心下个心梗送进了医院，这显着我太没有人情味了嘛。要不是这么说的。你疯！我妈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你是为了钱给他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少给我道德绑架！告诉你，你妈有没有罪，那是审判长说了算。再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要是再敢碰我的话，我连你一块搞。我妈到底有没有想？你们心里清楚的很。王子清，你要是手上有证据的话，你交给审判长啊！你要是再在这儿歪曲事实，小心我告你诽谤！你个王八蛋，给你骗了！时间快到了，你进去吧。哟，一个收破烂的就出来打官司了，这箱子是从哪儿捡的呀？当年收你做我的学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败笔。当年要不是你一直通不过我的论文，我又怎么会比别人晚毕业2年呢？老东西，今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哼，没想到这一把年纪还猥亵女学生，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啊！你胡说什么？真的假的？这老头看着这么老实，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还是教授呢，都已经上新闻了。知法犯法，慎真呢配的，这个严法严惩。不能让他们进去。对，不能让他们进去。李峰，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可以随时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哎，我可没指名道姓啊，大家也都看见了。有些人他自己心里有鬼，这已经坐不住了。科长，我们走。这副身子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不行，我必须帮玉梅打药，其他的都不重要。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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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查！这就是你说的这人吗？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和尚你放心，一会儿上了法庭，我要他好看。先看看有没有这个命吧。严查，严查，严查！严查！这个老家伙不会就这么挂了吧？老头儿，不怕告诉你，打你的人是我安排，监控也是我让博虎，你能把我怎么样？轰动全国的刘玉梅案件即将进入终审环节。最新消息称，刘玉梅的丈夫王文勇将作为辩护律师出庭。截至目前，他本人并未出现在庭审现场。吓跑了呗！一个收破烂的，怎么可能打得过专业律师啊？这案子就没法打，那钱拿了是犯罪，不拿还是犯罪。明明是机器出了故障，却要人家担责，这以后谁敢把钱存银行啊？我看好大爷一把年纪还能坚持讨回公道，那意志力都是遥遥领先。Report。原告何志伟，被告刘玉梅，确认出庭。原告律师李峰是否出庭？李峰出庭。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爸怎么还不来呀？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他今天怕是来不了了。是否出庭？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
哎，老大哥，哎，老大哥，哎，醒醒，小梁，赶紧叫救护车。等等，112433，这是今天开庭的案子。梁，赶紧喊人，把他扶我办公室，把医生请过来。肃静！被告刘玉梅，你是否要更换辩护人？审判长，再等等，还有1分钟呢，我老伴他一定会出席的。哎，李律师，我们刚刚在外面看有个老头倒下，哎，他是脑梗还是心梗来着？脑梗，吐了一地的血，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这就叫恶人自有老天收。不可能，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妈，你冷静点，爸他不会有事的。老王，你可不能出事呀！你出了事儿，我可怎么办呀？这个法庭不是你家，少在这装可怜，博大家同情。审判长，被告刘玉梅在法庭上当众喧哗，拒不配合，恶意挑衅法律权威，我方请求追加刘玉梅故意扰乱法庭秩序罪，追加无期徒刑。妈，这老头能不能行啊？看得我都急死了。我看他就是怕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喽。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关键时候靠不住。不看了。是我怎么了？哎，依次警告，被告请注意你的态度。老王，你一定不能有事啊！爸不会真的出事了吧？院长，庭审就要开始了，大爷他还没醒，这案子……倒计时，10、9、爸，你再不来，妈就输了。和尚，6，今天晚上准备去哪庆祝啊？4，师傅别看了，走。3，院长他醒了。2，沙哑大爷，告诉他们。1，现在开庭。等等。紫袍，竟然是紫袍！他已经消失30年了，竟然又出现了！你是说我国史上唯一一个获得加冕的皇家律师是他？被告辩护人王文勇出庭。我就知道，一定会来的。皇家律师，爸怎么从来没说起过呀？皇家律师失踪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呢？8成是他走了狗屎运捡来的这一步。该不会是为了吓唬他们吧？但这一开庭，不都露馅了吗？我不管他是哪家的，他要么进去给我蹲死，要么让我死在这个法庭上。审判长，被告律师开庭后出庭，视为迟到面试法庭，我方请求取消他的辩护权，追究其法律责任。审判长大人，我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明确指出，开庭前应先敲击法锤，后宣判开庭。我进门时并没有听到敲击声，严格意义上说，不算迟到。原告诉求驳回，被告律师，请尽快回到你的位置上。我的个乖乖啊！不愧是皇家律师，一出场就把法官都上了一课，真他妈废物！现在开庭！现在开庭！他要干啥？法庭上不让吃东西，他不知道吗？就是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还说什么皇家律师？我看他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老头，不行就别硬撑了，
你这万一死在法庭，可没人负责哦。肃静！审判长，被告律师违反法庭规则，根据我国诉讼法第113条，请审判长责令其退出法庭。不知道我违反了哪条法庭规则？第7条禁食，不，第10条。错，是第17条。16年最新修订版第7条、第9条、第10条合并为第17条，庭审期间不得进食。你知道还吃，这是明知故犯。哎，这不是自己靠自己吗？这世界终究还是彻底颠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呀，爸？审判长，我请求将王文勇退出法庭。我打开了，但是并不要吃，但他原告何志伟从开庭到现在一直在嚼口香糖，藐视法庭法规。不，我这小鸡不行。可以，但是你违反了第12条职业着装规定和第20条侮辱诉讼人。审判长，请加以对何志伟的训诫，责令退庭。老东西，过激丢了。和尚，和尚，坐。以退为进，这招高啊！何止啊，这分明是在教审判长做事儿啊！审判长，被告律师多次转移话题，脱离案件本身。原告依次警告。被告律师，是不是我怎么发问都得你来指导我？抱歉，最后今天场官司是赢的。和尚，你放心，他那耍的都是小手段，真到事儿上就不顶用了。C2433正式审理，请原告方说明事实和诉求。审判长，被告刘玉梅非法侵占银行财产，被我方当事人撞见，多次警告后无果，竟然出现暴力抗阻，其过程致使我方当事人重伤入院，这行为相当恶劣，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我方维持1审2审诉求，请求判处刘玉梅有期徒刑20年。不是，请被告方答辩，并说出你的诉求。以上控诉均为主观意犯。肃静！我申请撤回1审2审判决，还我当事人清白。呵呵，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之前的1审2审判决法院判错了？难道你想连审判长都要告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所有证据都指向当事人有罪，除非有关键反转性的证据，否则终审呢是不可能改判的。别人打官司都冲着减刑去，他可倒好，2句话就把自己给撂进去了。嘿，你还别说，你真没准让他找到什么东西了。被告律师，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上诉发言没有相应的证据，那是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我确定。其次，我要起诉第1大队何志伟无权执法、暴力执法以及故意杀人。这是法院的传票。故意杀人？我去，这么劲爆呢！放屁！这老头啥都不懂，罪名张嘴就来，这不瞎胡闹吗？今天我故意杀人。哎呀，老东西，这话一出，你今天可走不了喽。其3，由于金海银行的不实证词，导致我当事人被误判有期徒刑20年，在看守所长期滞留。我方申请金海银行赔偿我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20万？他让银行赔他20万，他还不如直接去抢呢。虽然银行指控是过分，但自古以来都是他们讹咱们，谁能告得赢他们呀？是啊，咱们老百姓1怕告官，2怕告商。好家伙，大爷这一下子全得罪了。双方诉求提交完毕，现在请原告方出示相应的法律事实依据。审判长，我方请求传召证人金海银行经理张倩出场。人证物证齐全，这定死的铁案，和尚，你放心，我一定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诉讼费我给你加倍，刑期有多少我加多少，我让他这辈子都出不来。带证人出庭。证人，请你如实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刚到银行就听到了提款机的报警信号，我出去一看，这个女的拿着我们银行的钱就往外跑，我又跑出去追她，追着就喊，她就不听。不，这不是抢，这是什么？不是这样的。张小姐，请问你在银行工作了多久？是什么职务？5年了吧，是京海银行的大堂经理。我被调到分行之后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肯定是他搞的鬼。那么之后你有没有告诉过他拿的是银行的钱呢？我当然说了，大家都听到了，这位先生也听到了，就他不听，提着钱就往外跑，我们拦都拦不住。不是这样的，这是银行门口的监控，证明证人供词属实。也就是说，被告刘玉梅明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银行钱的前提下，还是不顾阻拦的离开，已经构成非法侵占财产罪。这人证物证都在，你这还怎么翻啊？装，继续装啊，老唐，看着稳的一批，这心都到180了吧？穿尿湿没有？肃静，询问继续。张小姐，你在法庭上的回答是否代表金海银行？是否有法律效益？废话，要不我来这儿呢？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是。请问，你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当事人拿了银行的钱，或者自动取款机的摄像头有没有拍摄到我的当事人拿了钱？那个时间只有他一个人提款。请回答有或者没有。没。反对，被告律师这是在恶意引导。反对有效。被告律师，请你注意你的提问方式。按照你们所说，自动取款机故障吐出400块，银行流水显示我当事人只提取了金额的2万，那么也就是说我当事人拿走的是自己的钱，有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你发现钱多了就应该第一时间的通知我们银行。聊天记录显示，刘玉梅在9点10分给金海银行打了2通电话，但均无人接。请问你们工作人员当时在干什么？我们偶尔业务繁忙，没有接也是正常的事情啊。他就算没有打通电话，也可以拿回去先替我们保管啊。保管？我国哪条法规规定公民有权利保管银行钱的权利和义务？反对，被告律师有意误导陪审团。本案的重点是被告人拿的是否是银行的钱。对，他拿的是银行的钱，丢的才是他的钱呢。反对有效。被告律师，请重新提问。不错，我方当事人拿走的2万，的确是银行的钱。官司打到一半就认罪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官司打成这样的。木已成舟，估计老爷子也是觉得没戏了，想要放弃了吧？老唐，现在发现是不是有点晚了？王文勇，就算你现在放弃诉讼，我们也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被告律师，你准备好了就继续。我方当事人拿走的2万，的确是银行的钱，但绝不是私自占有，而是代为保管。他弟弟胡说什么呢？我国虽然没有相应的法规规定，但是我当事人不忍银行的钱有失窃的风险，所以他宁愿不要自己的钱，也要保管好你们的钱。张小姐，那么我当事人保管好了银行的钱，那么银行则有更高的义务保管好我当事人的钱。如今他的钱在你们的监控之下不翼而飞，银行除了返还我当事人2万块钱以外，还要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0万元。
这招牛啊！以牙还牙，总算有人能治治这群资本家了。反对，被告律师这是在偷换概念。偷换概念的是你们，审判长。只有弄清楚我当事人拿的钱到底是谁的，才能判断这笔钱是否为非法所得。反对无效，被告律师，你继续。你坐下干什么？我花钱滚他干什么？怎么不能找啊？张小姐，这笔钱到底是谁的？是银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哎，我记不得了，到底是谁的？证人，请直接回答问题。应该是银行的。应该。审判长，证人证词前后矛盾，应该两个字属于主观推测。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证人作出的证词是猜测或评论性，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词无效，被告刘玉梅非法侵占，不成立。太好了！我方当事人突然身体不适，申请休庭。同意，本庭宣布休庭10分钟。700万，放弃上诉。我什么？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懂吗？是那个银行经理的问题。上庭之前我都已经教他了，我发誓是他没脑子，一套就被人套出来了。啊！他没脑子，你有吗？你废物！告诉你，下半场如果再输，扒了你这身皮！何总，您放心，所有的视频我都删了，我一定不会让那个老不死的翻身的。爸，案子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何总已经安排好了。对不起爸，儿子不争气，儿子被逼远了，对不起爸。输了，就当我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个坐轮椅上的不是何氏集团的何总吗？他竟然亲自来了！你不知道啊？那个何志伟就是他的私生子，听说半年前刚找回来的。天哪，能让何总亲自出面，那100%赢啊！那一赢，肯定股票会大涨。不行，我得多买2股。Court， 全体起立。开庭。被告律师，请你提供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召新的证人。他能证明何志伟案发当天暴力执法，多次殴打我当事人，我当事人并非故意伤人，而是紧急避险。新闻不是说那女的打城管了吗？现在的媒体为了流量，那是颠倒黑白。新闻不属于流量，新闻属于使命和担当。只要有疑点，就应该反复求证。走吧，师傅，我们去法院。电话那头的人是他，他怎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坏了，中计了！700万，放弃上诉。700万，在你们眼里，道德、良心、尊严、人命，甚至是法律，都是可以明码标价。我告诉你，还有些东西不是能用钱换来的。这一旦开口，权力和金钱终将沉没。周建华，你是否亲眼看到原告何志伟殴打我方当事人刘玉梅女士？啊，你记错了吧？我要指控的是这位大姐把这同事打了。
坏了，中计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吗？这大姐嚣张的很，当众就撒泼打滚，人家同志好心去扶，结果她上来就咬，几个人拉都拉不住，狂妄，实在是太狂妄了。不是这样的。老头儿，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行就回家，是不是？你这万一是死在法庭上，这谁负得了责呀？是吧，审判长？审判长，我请求提交2份新的证据，分别是我方当事人的体检报告以及案发现场的道路监控。这么重要的证据，怎么在这时候才向你提交？这不符合常理呀！院长，有人在法院门口捡到了这个，这是皇家律师。要不说越老实的人看着越坏呢，就这还张嘴让银行赔他20万，他怎么有脸呢？这老实人也是被人欺负狠了才会反抗。再说这视频半半拉拉，谁忠谁奸，还真说不好。这还说什么呀？人证物证都在这摆着，再怎么推卸责任也没有用啊！不是这样的，这是后面他们不让我走。你拿了银行的钱，我当事人当然不会放你走。然而你却暴力抗捕，多次袭击执法人员。审判长，事实就摆在眼前，法坚决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你们相信我，不是我。喂，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哭几声，杀个人都不算了，那法律干嘛？摆设吗？原告方，注意你的态度。审判长，这段录像一定是恶意剪辑，我要指证。我。爸，审判长大人，我们不告了，我认罪，我认罪。不能杀，不能杀！我想请问被告人以及被告人律师，你们明知道自己做了这些罪证，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判决呢？我可不可以认为你们这是在对法院的挑衅呢？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李峰，你个混账！我爸都这样了，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放过我们？肃静，家属注意你的态度，再有一次直接赶出法庭。被告律师，你是否能继续参与诉讼？审判长，我申请休庭30分钟，给我30分钟调解。我反对。如果再等30分钟，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庭审时长，此案证据确凿。反对无效，本席宣布休庭15分钟。爸，你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我没事，子夏，出去了。这个你说，这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拿出来。都这样了，还怎么去啊？爸，我们告不赢他们的。没事。爸，你到底去哪儿了？再不回来，咱们就彻底输了。Hold， 全体起立。庭审继续。这老头子回不来，趁他拼命！快！审判长，被告律师未经允许缺庭，按照法律规定，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质证。此案证据确凿，请审判长判处被告人刘玉梅罪名成立。被告，你可以申请更换辩护人。是一次两次没人了是吧？
老头给你塞多少钱？这妈，实在不行，让我上吧。不告了，我累了。爸都病成那样了，也要坚持讨个公道。不管了，赌一把。被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辩护人？有。京海大学法学院20级毕业生陈明申请辩护。传媒学院21级在校生江若彤申请辩护。10级贾平宇，06级秦天申请辩护。你干嘛的这是？还有我，京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卫东申请辩护。还有我，京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卫东申请辩护。俺不知道啥叫辩护，也不知道咋辩护。那你站起来干嘛？赶集的？那是因为俺知道做人要凭良心。王大哥两口子把俺家仨闺女都供上了大学，俺一直以为他们是城里的有钱人，但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俺还难。他们是好人，俺是不懂法律，但这法律总不能寒了好人的心吧？这女的绝对是个托，你信吗？和尚。舆论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咱们的视频经不起查呀。说得好，我们也要辩护，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我们要质证，对，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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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肃静。被告，请从这些人里选出一位作为你的辩护人。大姐，选院长。是啊，院长当年是大名鼎鼎的首席大法官，有他在一定赢。我选他，我选他。审判长，我这儿有新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把原告所有的指控全部推翻。反对，新证据需要在庭审前交由对方律师认证才能。你也该知道，我国最新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供新的证据。反对无效。这个是从案发现场不远处一个货车司机行车记录仪上拍到的事发全过程。我让你看看你的行车记录仪吗？那不行，师傅，我求求你了，我要救我爱人。我求求起来，把刚才把车推倒。哎，这他妈的畜生，禽兽不如！这视频怎么来的？你不是全毁了吗？我看你哪儿来的？我不知道。视频上看到的是何志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严重的执法范围。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未掏出执法证件，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他没证就敢执法，这跟恶意伤人有什么区别？早就该判死刑了。这种人，何志伟，城管局外包管理人员，无视法律法规，无证上岗，还在我当事人苦苦哀求、毫无反抗能力后，仍对他实施惨绝人寰的虐打，甚至还告上了法庭。更可笑的是，还通过了1审、2审，让受害人再次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审判长大人，我想问你，法律何在？正义何在？公道何在？审判长，除了这些证据以外，我申请传唤一位新的证人。反对，本案证人已经全部到场，
额外证人并不会对本案宣判起到决定性作用。反对无效，允许带证人出庭。妈的，你出卖我！原告，注意你的态度。对不起。证人，请如实描述你所看到的情形。我叫郑磊，隶属于静海市城管局3大队。那天事儿就这样，但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今天在庭审之前，法院门口何志伟给我转了10万块钱，他跟我说，他让我趁乱袭击王律师，最好让他无法出庭。我没忍住，拿针砸了他。这是谁？证人，请继续你的陈述。早上之后，我怕出事就跑回老家，发现我妈正在看直播。她跟我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一直默默资助我家大事儿就是王律师。我他妈就是个混蛋！证人，请你冷静，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我今天在赶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要对王律师动手，我就追了上去，但是没有追到。被告律师，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也没有看见，初步怀疑是何氏集团。是我。老子就是看他不顺眼，我想弄死他咋了？还有，那个证人也是我花钱让他改的稿，该怎么判就判了。赶紧死刑！死刑！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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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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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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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静。本庭宣判，刘一梅议案人证物证属实，故意伤害罪、肇事逃逸罪、妨碍公务罪等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好，好，好，太好了！何志伟犯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行贿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少，一点好，赢了，就知道一定会赢。法律是人们心中最后一束光，这光不能灭。宋院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您要保重身体啊！我已经向首长申请，把全国首屈一指的脑科医生调来了。老大哥，您可以安心去手术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就在我们内心深处，谁都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